没错，我在自己装修房，厨房砸掉了2面半的墙，特意留下半堵，我专门砌到80来公分，回头好拿来接岛台和橱柜。学着改了水路，改了电路。做橱柜和封立管之前，先把立管的隔音给搞定，以免以后经常听到这种声音。在包之前，我先拿了一部分材料试了下隔音效果，确实可以。隔音前的分贝数是65到75分贝，隔音后20厘米处只剩下40多50分贝，离远了根本就听不到。大家可以听下效果。今天给下水管包隔音，我朋友他装修时，师傅包一根要了他300多，5根一共花了1000多。我算了下，我自己买材料自己包一根才几十，果然还是自己装最省钱，而且这东西包起来也简单。下水管的噪音一般来自于弯头、三通、存水弯这几个容易有水流冲击的地方，因为有水流冲击，所以才会有噪音。减少噪音的隔音材料主要有2种：隔音棉和阻尼片。隔音棉不用多说了，它是减少声音反射用的，这么多年一直都在用。说下阻尼片，它又叫丁基胶指震板，里面是嚼过的口香糖一样的东西，利用的是非牛顿流体能降低共振的原理来抑制噪音的。最早都是装在汽车车门里用的，但一样能降低水流对管道的冲击来降低噪音。包之前看到很多评论说包了没用，或者只包其中一种的，所以我把只包隔音棉、只包阻尼片和2者都包3种情况都试了，把3个视频对齐后，大家一起来看。肯定是2个都包隔音效果好啊，我都考虑把它用在我木工吸尘器和切割机上面了。所以阻尼片应该先贴在所有的弯头处就好。建议找个汽车用品店单独买，他们卖的才更专业，效果才更好。这玩意儿买对了很沉，我买的0.5米乘3.2米的，准备整个管道全包，称了下有6公斤。如果你卖隔音棉那里有这分量，那也可以买。一般住宅下水道型号按直径划分的，有50、75和110的。采购时注意区分型号，不要买那种纯黑色的保温棉，买这种一面银色一面带胶的。2公分厚度足够用了。第一步，先清理干净管道表面浮灰，这样隔音材料才粘得牢。检查一下检修口是否拧紧，防止后期漏水。先贴阻尼片，贴好后再包裹隔音棉。卖隔音棉的都送扎带胶带，每隔20公分左右用扎带绑一下，避免将来粘胶老化松脱。接头和弯头的地方用铝箔胶带密封，多绕几圈，别留缝隙。这就算搞定了，是不是超简单？改水改电的内容太多了，还在剪好后第一时间发出来。